维克兰特号航母首次海试，为何印度人认为中国6年做到，印度15年才做到的事情？敬请关注本期节目，了解详情。自印度维克兰特号航母首次海试以来，印度就在不断向外鼓吹，自称这一天是历史性里程碑，给自己增长气势，向世界宣传我很棒的理念。这是印度首次自产航母，从满满的骄傲感可以看出，其对后者寄予很重的厚望。事实也的确是这样的，一时的喜悦给了印度盲目的自信。这不，印度在高兴过头后，立马向中国撒野，宣称将闯中国南部海域。英国航母败走后，印度放狠话，剑指中国。据媒体报道，印度海军将在中国南部海域部署海军，并对外宣称这是为了维持和平稳定的局面，确保海域秩序有效进行。实际上，在英国航母逃离中国海域后，印度又直接公开向中国喊话，其说的如此冠冕堂皇，目的不就是在向中国示威，变相的在向世界展示其军事力量？这一行为着实可笑，谁不知道印度是个半吊子？在这种情况下，公然挑衅中国，其实就是在给自己难堪。据环球网报道，针对印度的航母手势，美媒持有不太看好的态度。从两国航母比较上看，其直言印度对比中国不够看，很明显，中国占据更大的优势，也有更大的发展前景。虽然印度正在努力赶上进度，也有所小成就，但落后非一朝一夕就能追上的。其话语中透露着深深的担忧，也难怪印度网民评论道：“我们国家造航母的速度太慢了，跟中国一比差得很远。中国6年做到了印度15年才能做到的事情。”事实上，不仅要担忧的是印度的技术自创能力，还更应该担心其挑事能力。谁不知道印度不仅好事，还没有真正的实力，其背后还仰仗着美国这个老大哥的扶持。而面对着中国，美国的小动作真的能行吗？据有关媒体报道，美国展开了2次大规模军演，一次是印太联合军演，另一次是美国大规模演习21，其主要是想展示强悍的军事力量，以其来应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这就是小团体公开演习，间接拉拢所谓的盟友，共同围堵中俄两国。雷声大雨点小，美国自以为能行的军事打压，实际就是个笑话。每隔一段时间就向中国示威，这是一种很幼稚的行为。不服气中国的崛起，就自己努力发展，而不是总想着打压对手，安于现状。一人独大的场面，从美国的2次大规模军演上看，都打着想要威慑中国的小算盘。单从气势上出发，确实看起来很壮观，也很有力量，但现实却是肌肉秀出去了，效果却一点都没有。飘了。对于美国自嗨的行为，中国不为所动。事实证明，美国这种行为对中国没有一点用，只是在浪费自己的油钱罢了。相比之下，印度更是猖狂，这是飘了。美国不行，你能行？反观现实，印度不仅在军事装备上依赖进口，各种从国外买进军事武器，进一步耀武扬威，还趋于美国的霸权，听从其指令，做些不讨好的事，导致现在人人嫌的局面。在这种自顾不暇的情况下，莫迪还幻想着打压中国，这可能吗？比美还狂，日本要在距台200公里处部署导弹，关键时刻，俄罗斯出招力挺中国。敬请关注本期节目，了解详情。众所周知，日本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友，按照常理来讲，其应该是以小弟的身份，在对华策略上紧跟美国的步伐。但是从近期日本的表现来看，俨然这个小弟已经在对华挑衅的问题上展现出比美国大哥还要狂的姿态。那到底日本是做了什么样的举动，才会让外界直呼比美国还狂呢？据环球时报报道称，美日在最近几乎是同一时间对中国打出了台海牌。不过让人感到惊讶的是，日本方面出牌的力度似乎比美国还要大。根据报道我们得知，美国是在近期宣布了将会按照台方的要求，批准向台军出售价值7亿5千万美元的40台155毫米口径 M109A6 中型自行榴弹炮系统，以及近1700套的相关设备。对此，美国还声称此举只是进一步加强其与盟友的协同能力，并不会改变该地区的基本军事平衡。言下之意就是，美国认为对台军售并不会对台海地区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但我们都知道，这只是他们自欺欺人的说辞。而对于中国大陆来讲，对台军售就是干涉我国内政，企图阻碍中国统一的进程。所以我国针对美国这种挑衅行为，也是做出了严重抗议和反对，并已经向美方提出了严正交涉。与此同时，与美国配合向中国出招的日本，仅做出了一个更加危险的举动，那就是日本政府计划在距离台岛仅有200公里处的岛屿部署反舰导弹和地对空导弹。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此举堪称是日本想要跟中国宣战的举动，因为从地理位置上来看，
该岛距离台岛仅有200公里，那就意味着一旦中美在台海爆发激烈冲突，日本就可以作为恶化先锋，从此处发射导弹来遏制中国行动，从而在第一岛链对中国形成压制，留给解放军反应的时间也相对较少。不过，对于日本这种猖狂的举动，我国肯定不会坐以待毙。有意思的是，在中国还没来得及反击的时候，我们的好战友俄罗斯就率先对日本出招。据俄罗斯军方近日透露称，俄军将在南千岛群岛打造50多处军事设施，并且这些设施都能抵御9级大地震。这个举动其实意图非常明显，那就是俄方想彻底断了日本想要夺回北方4岛的念头，警告他们不要挑战俄罗斯的底线。对此，有专家认为，俄罗斯在这个时候向日本出招，其实捍卫了自己领土主权，同时也是一种力挺中国的表现。在美日对我国步步紧逼之时，俄罗斯的举动无疑大大缓解了我们的压力，并且有消息显示，中俄西部联合演习在近日也正式拉开了序幕，这让中俄没有上限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得到了具体的呈现。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面对美日的挑衅时，从来都不是孤军奋战，在我们身后有着一个能并肩作战的好战友。所以我们也想奉劝日本，在对中国实施挑衅的时候，一定要有被中俄联手反击的准备了。戈尔巴乔夫再次点名中国，称应主动销毁核武器换取美国信任，这是怎么回事？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据美媒《防务时报》的消息称，戈尔巴乔夫在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中法英也应该参与核武器销毁条约中。采访期间，他还就销毁问题再次点名中国，称中国应积极与美国和俄罗斯就削减核武器条约进行谈判，主动销毁核武器，以便获得美国的信任。在听到戈尔巴乔夫这番话后，相信大部分国人内心都非常的疑惑，这啥情况？戈尔巴乔夫的话真乃人言否？这不是在胡说八道吗？要知道，俄罗斯与美国签订削减核武器条约，是因为俄美拥有的核力量足以摧毁整个世界许多次。这种情况才使得美俄两国有了签署裁减核武器条约的基础，但中国手上拥有的核弹头数量仅仅只有美国和俄罗斯的零头，中国根本没有加入美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必要。关于中国是否会加入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中国官方的回答可以说是非常的清楚，这绝对不可能。在整体实力上，中美俄虽然同为军事大国，合法拥有强大的核武器，但有一说一，中美俄所拥有的核武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的。在俄罗斯方面，此前的公告中，美国拥有近6200枚核弹头，俄罗斯大约是6500枚，而中国仅仅是不到300枚。如果加入的话，那美俄是不是应该先将核弹头削减至同中国一样的水平呢？所以不管怎么说，中国是不可能放弃使用核武器的，这是中国手中的王牌，怎么可能说放弃就放弃？一旦中国关系紧张，那没有了核武器的中国就像是失去了盔甲的武士。再说了，尽管不愿加入条约，但中国非常支持核裁军。对有能力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来说，仅仅是维持自己的底牌就行了，不断开发生产核弹头只能让世界陷入危险。中国积极主动地参与联合国倡导的裁军谈判，同时中国还在7月份加入到了各国制定的武器贸易条约中。主动裁军都不能让美国人闭嘴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完全没有必要同美国在这一问题上多说什么了。假如中国按照戈尔巴乔夫的话去做的话，那必然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因为中国一旦在核武器问题上被美国牵制住，就很难再摆脱了。美国人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才会紧抓中国不放。只可惜现在的中国不会如同苏联一样，让戈尔巴乔夫这样的人放任自流。歼20首次参与国际演习，中俄两国是否要有大动静？为何说美国的嚣张跋扈已经到头了？他们再无资格傲慢与无礼。敬请关注本期内容，了解详情。近期来，美国为了能够维护自己的世界地位与霸权的滥用，经常会对中俄两国进行打压。他们认为中俄两国的发展威胁到了美国的地位，因为在美国人眼里，他们就是全球霸主，已经形成了一种美国最大的思想。拜登政府公开将中俄两国视为美国当前最大的挑战。他们认为，只有遏制住中俄的发展，美国才能在国际社会中横行霸道。在国际社会中，孤立中俄就是他们最真实的想法。不过，你美国有西方的小弟，我们中国也有俄罗斯这个朋友。据《环球时报》相关消息报道称，近日中俄两国西部联合2021军事演练正式开启。当天，中方数架隐形战斗机歼20在演练开幕式上正式亮相。此外，有歼16、歼11、U20等各种机型组成的6个空军航空兵梯队也都纷纷亮相。
演习的模式也是分为联合演练作战计划以及方案分析和联合演练计划实施2个阶段依次进行。而大规模的军事装备的使用，也表示着中俄两军之间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信任高度。有相关分析人士认为，近期来美国以各种理由打压中俄，在中俄周边海域领空进行军事干扰，这样的行为无疑是在逼中俄两国联合对抗。而这次的军事演练，正是中俄两方向西方国家给出的最好解释。歼20作为我国最先进的隐形战斗机，出征本次的军事演练，这也是我国首次在全球性的军事演练中的亮相，也说明中国和俄罗斯将在今后的发展当中有可能携手共进，一同对待像美国这样的恶势力。对此，有国际评论认为，美国的种种行为都说明了美国的内心所想，在美国眼里，只有更多的利益，没有真正的伙伴。但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不愿意真正的靠近美国，只有愿意为美国当炮灰卖命的国家才会做出一些亲美的动作。美国政府以为凭借自己在世界的影响力与号召力，就可以打造一个对付中俄两国的包围圈，而这样的想法也再次证实了美国的傲慢与偏见。可是种种迹象表明，那个美国可以呼风唤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美国也没有那个可以傲慢的资格。如今，中俄作为世界上的发展大国与军事大国，关系已经日益紧密。如果等到中俄联合的那一天，美国只会把自己的军队推向地狱。